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带大家体验一条我非常推荐的加州海岸骑行路线。这条线路从 Wilder Ranch State Park 出发，一路沿着著名的加州1号公路骑到宁静的海边小镇 Davenport， 全程约 8.9 英里，也就是14公里左右。预计骑行时间50分钟，累计爬升只有80米左右，是一条兼顾风景与轻松骑行体验的经典路线。我们的起点是 Wilder Ranch State Park， 这里不仅是一个州立公园，还保留着19世纪的农场遗址、广阔的草原和海岸悬崖。一离开停车场，映入眼帘的就是辽阔的太平洋，蓝天、白云和海浪，立刻让人进入放松的骑行节奏。随着车轮向北滚动，道路越来越贴近海岸。虽然没有什么爬坡压力，但是现在正在修缮，所以路面都是沙石。一路上你会经过 Four Mile Beach， 这里的海浪拍打着黑色礁石，海鸟在海面盘旋。天气晴朗时，海水会呈现迷人的蓝绿色。如果运气不错，还可能看到海豹躺在礁石上晒太阳，为旅程增添惊喜。继续骑行，就来到 Panther State Beach， 这里可以说是整条路线最值得停留拍照的地方。高耸的海蚀悬崖、金黄色的沙滩以及不断拍岸的浪花，构成了加州海岸最具代表性的风景。傍晚时分，这里也是观赏夕阳的热门地点，冬季甚至有机会远眺迁徙中的鲸鱼。接着来到 Bonnie Doon Beach， 这里的游客相对较少，海岸环境宁静，奇特的岩石和飞翔的海鸟构成了一幅天然的海滨画卷。如果你喜欢安静，喜欢听海浪声，这一段绝对值得放慢速度，好好欣赏。最终，我们抵达终点 Davenport， 这是一座安静的小镇，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悠闲的海边氛围。骑到这里，可以找一家咖啡馆稍作休息，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太平洋的壮丽景色，让整个旅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虽然这条路线整体难度不高，但毕竟是会在 Highway 1沿线骑行一段，这些路段车辆速度较快，因此建议大家佩戴头盔，开启前后车灯，并穿着颜色鲜艳的骑行服，提高可见性。此外，海边下午风力通常较强，建议上午出发，不仅骑行更轻松，拍摄效果也会更好。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条既能欣赏世界级海岸风光，又不会因为陡坡而消耗太多体力的骑行路线，那么这条从 Wilder Ranch 到 Davenport 的海岸线路绝对值得加入你的骑行清单。喜欢湾区骑行、美景探索和户外旅行的朋友，欢迎点赞订阅我的频道。未来我还会继续分享更多加州最值得体验的骑行路线。好了，接下来我们聊一聊湾区本周的要闻。如果你最近生活在美国，尤其是在加州，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那就是压力越来越大了。以前大家总觉得只要努力工作，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生活就会越来越好。但进入2026年之后，这种信念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最近一份调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年薪18万美元已经属于高收入了。但是在旧金山，一位年薪18万美元的人却发现自己已经很难轻松租到满意的房子。一对年收入超过36万美元的情侣，在寻找每月5000美元以下公寓的时候，竟然要和30多位申请者竞争同一套房源。更令人感慨的是，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大约86%的美国中上层和高收入家庭认为自己的孩子未来很可能不会过得比自己更好。这种悲观情绪在过去几十年的美国社会其实并不常见。今天这期节目，我整理了最近最值得关注也最影响普通人的5件大事。如果你生活在美国，或者未来准备来美国发展，我建议一定看到最后。第一件大事， AI 正在改变就业，但现实远比想象复杂。首先，我们先聊聊最近最热门的话题——人工智能。过去几年， AI 的发展速度可以说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模型发布。每一家科技公司都宣布投入数十亿美元建设 AI， 但与此同时，就业市场却开始发生变化。今年以来，美国金融行业和信息科技行业持续出现职位减少，不少企业甚至直接把 AI 提高效率写进裁员理由。很多人开始担心，是不是 AI 真的要抢走我们的工作？
答案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最近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被媒体称为 AI 后悔药。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些企业裁掉员工以后，发现 AI 并不能真正解决所有问题，于是不得不重新把经验丰富的人请回来。例如福特汽车就重新聘请了不少资深工程师，因为自动化系统虽然效率很高，却无法处理复杂的品质判断。澳洲联邦银行曾大量采用 AI 客服，希望减少人工成本。结果发现，当客户遇到真正复杂的问题时，机器人根本解决不了，反而造成电话越来越多，最后只能恢复部分人工岗位。IBM 也分享过类似经验 ，AI 可以完成绝大多数标准流程，但是最后那少数复杂案例却往往决定客户体验。很多企业因此意识到 AI 可以替代流程，却很难完全替代经验。真正值得担心的，其实并不是今天的大规模裁员，而是很多企业开始减少招聘。以前每年招100人，现在可能只招30人。这意味着未来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将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未来几年，一个人的竞争力不只是会不会使用 AI， 而是有没有 AI 无法轻易复制的能力。第二件大事，移民政策进入全过程审查时代。第二件事情，对于所有在美国生活的外国人来说，都值得特别关注。很多人以前认为签证批准以后就算安全了，但现在这种观念已经发生改变。如今，美国越来越强调全过程管理，从申请开始到入境之后，再到未来申请身份，每一个阶段都有可能重新审核。其中有3个变化尤其值得注意。第一，就是社交媒体。现在申请签证时，很多人的社交账号都会纳入审核范围，不仅仅是发文内容，包括点赞、转发，甚至长期公开发表的观点都可能成为审核参考。第二，就是现场身份核验技术越来越先进，执法部门开始使用移动面部识别设备，工作人员只需要现场拍摄照片，就能够快速比对联邦数据库确认身份信息。第三，也是很多律师反复提醒申请人的一点，所有历史资料都会互相交叉验证，包括很多年前填写过的申请表、签证资料、工作记录等等。如果今天填写的信息与过去存在明显矛盾，即使只是看起来不起眼的小细节，也可能被进一步调查。所以现在越来越多律师建议，无论申请什么身份，都应该先把过去所有材料整理一遍，一致性已经成为身份申请最重要的原则之一。第三件大事，生活成本全面上涨，真正的压力来自日常。很多人觉得美国收入高，所以生活应该轻松，但真正住在这里的人都知道，现在最大的压力不是工资，而是每天都在上涨的各种生活成本。首先就是食品援助政策不断调整，部分领取粮食券的人福利金额明显下降。对于依赖这些补助维持生活的老人和低收入家庭来说，每个月几十美元甚至上百美元的变化都可能直接影响基本生活。其次就是能源成本，在加州，由于电网升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山火赔偿等多重因素，未来几年电费仍可能持续上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越来越容易被忽略的问题：美国西部持续干旱，科罗拉多河流域长期面临供水压力，不少城市过去10年的水费上涨幅度已经远远超过普通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如果再加上食品价格、快餐价格、保险费用、房租和汽油价格，很多家庭会发现自己的收入虽然没有下降，但真正能够自由支配的钱却越来越少。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美国家庭越来越强调预算管理，因为未来真正决定生活品质的不一定是赚多少钱，而是能够控制多少固定支出。第4件大事，一场律师丑闻让数万份绿卡申请受到影响。第4件事情来自移民法律领域。最近，一位曾经拥有极高知名度的移民律师，因为涉嫌违规执业，引发了全美关注。据了解，这起事件涉及数万份尚未完成处理的移民申请。更严重的是，部分申请材料被指存在夸大甚至虚假陈述的问题。对于很多申请人来说，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律师提交了什么内容，但是一旦档案进入政府系统，未来申请身份时，
这些资料都有可能被重新审查。因此，美国移民局也提醒受影响人士，如果自己的案件涉及相关律师事务所，应尽快确认案件状态，及时更新联系方式，并咨询新的合格律师。这一事件再次提醒所有准备办理身份的人，千万不要只看广告宣传，选择律师一定要确认职业资格、信誉以及过往记录，因为一次错误选择可能影响未来很多年的身份规划。第5件大事，诈骗越来越精准，执法也越来越严格。最后，我们再来看2件容易被忽视却和很多华人有关的事情。第一是身份盗窃。FBI 最近再次提醒，空置房屋成为犯罪集团重点目标。骗子通过盗取身份资料、假冒房主出售房产，等真正房主发现时，房子可能已经完成交易。因此，如果家里有长期空置房产，一定要定期查看产权记录，注意各种异常通知。第二就是赴美生子产业。近年来，美国对于相关产业链的执法明显加强，调查重点已经不仅仅放在个人，而是逐渐扩大到中介机构、月子中心以及相关资金流向。未来这方面的监管力度预计仍会继续提高，无论是否涉及相关业务，都提醒大家遵守法律规定，不要轻信任何所谓100%成功、内部渠道之类的宣传，因为很多所谓的捷径，最后往往都会变成最大的风险。最后，我想说的是，真正重要的不只是知道新闻，而是提前做好准备。回顾今天的5条新闻，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特点： AI 正在重塑就业，移民审核越来越严格，生活成本持续上涨，身份申请更加复杂，诈骗手段不断升级。这些事情看似彼此独立，其实都在说明一件事情：美国正在进入一个规则更加严格、竞争更加激烈、成本越来越高的新时代。那么，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办？我的建议有3点。第一，保持所有资料前后一致，无论签证、报税还是身份申请，都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第二，提前做好财务规划，关注房租、水电、保险、汽油等长期支出，建立属于自己的风险缓冲。第三，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未来真正有价值的人，不只是会使用 AI， 而是能够与 AI 协同工作，创造 AI 暂时无法替代的价值。时代一定会继续变化，但真正决定未来的从来不是新闻本身，而是我们面对变化时所做出的选择。如果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欢迎点赞、订阅频道，并分享给更多关心美国生活和政策变化的朋友。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